玩喜欢带败家回升，嘿，大家好，我是猫三，今天给大家搞了一台大鸡鸡来玩。这台大鸡鸡是来自外星人的 Area 51，俗称鸡皇。看到这机箱，大家应该会觉得这气场不凡。我们先来撕个膜吧。哇，撕膜的感觉真爽。机箱正面最贵的是这个 logo。首先要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机箱的来历。这个机箱其实它有2代产品，这是第1代产品，我费尽千辛万苦从我一个基友那边搞来的。那这个1、2代机箱有什么区别呢？首先，这个品牌机的机箱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魔改的。大家知道，品牌机的机箱里面的结构一般和传统的主机不太一样，比如说跳线啊、灯光啊，各种各样的接口都会有所区别。那这个1代的外星人机箱和2代的区别在于，1代可以换主板。换完主板后可以自己魔改灯光，那如果是2代的话，就只能有原装主板，这就缺少了很多 DIY 的乐趣。也就是说，你只能用官方的X296主板，你没法自定义配置，而且官方的价格非常之高。要知道，如果是官方相同配置情况下，这一套配件下来至少要6万的售价，而今天我们只花了2万4不到就拿下这整套配件。这个机箱单这个机箱就已经占6000多块了。为什么这个机箱这么贵呢？你们可以感受到，单从现在就可以感受到它的气场、做工以及它的灯效。当然，灯效现在因为还没装主板上去，所以说现在还看不到它的灯效。其实外星人的机箱贵在它的灯效。好，那现在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采用的这套配置。首先，这个球非常好玩的球 i9-960K 配上公版的 RTX 2080 Ti， 2个 720P SSD。4根海盗船的8G DDR4 内存条，总共32G 插满了。那主板呢，采用的是微星的 Z39 Tomahawk。那这整套配置就是这样的。这套配置从里到外都称得上是顶级机皇了。你还能想到比这更高的配置吗？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价值6000块的机箱到底有什么可贵之处吧。首先正面最显眼就是这个外星人 logo 大眼睛了，这其实是个开机键。那它的正面其实这一整块都是一个进风口，这边支持装2个风扇，这边下面又是一个进风口。那旁边的话是标准的一些接口，比如说 SD 卡槽、3.0 接口的 USB 音频接口。上面这个呢就是光驱的弹出按钮。那两边配备了2根灯条，这就是这机箱最贵的地方。因为其实这样的机箱可能你自己也能做得出来，但是这个灯效是难以模仿，就像我们淘宝店的 RGB 鼠标垫一样。好，我们再来看看背面。首先，这台机箱自带了一个戴尔的850瓦电影源。那后面的结构就是常规机箱结构，但是它有个特殊之处，就是这边有一个灯光照明系统。你按下这个按键的话，在黑暗的情况下，这边主板2侧的背后会有灯亮起来，这样子方便你去找 USB 接口，或者说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那上面这是一个卡扣。可以防止，只要把这卡扣锁上，就可以防止熊孩子把机箱侧面打开，有一个防盗功能。那背面有一个很特色的结构件是这个按钮，打开侧板。要知道，我们很多，比如说现在的钢化玻璃机箱，很多时候我们在开侧板的时候都很怕玻璃掉下来或者碎掉，而这个机箱呢有一个防倾倒功能，你看我手不扶的情况下，打开，侧板不会掉下来。那侧板很轻松可以取出来，就可以看到内部结构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侧板，它侧板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是它这边自带了3根灯条，很切实的响应了外星人的口号：灯大、灯亮、灯能闪。而且这个侧板的灯光是一个热插拔结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是说你在机箱打开再重新接上去的时候，这灯会重新亮起，而且支持 RGB 同步。所以说这就是这个机箱最可贵的地方。如果这机箱买过来不对灯光进行魔改的话，那机箱就失去了美观意义。好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机箱内部结构。它这机箱是一个标准的6边形的异形机箱，那它内部设计的非常工整，而且具备了非常工业化风格。可以看到这边有3个可以自主选择移动的显卡支架，最高支持3张公版显卡的 SLI。然后这边有一个可以给你的侧板供电的热插拔接口，而且支持机箱的入芯检测。然后前面板这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它的这个风扇卡扣。你看，我们一般平时装风扇的时候都是需要4根螺丝旋进去旋半天的，
那这个卡扣不太一样，这卡扣本来是放在上面的，然后你可以拔下来，然后把风扇卡上去，然后直接装上去，所以说非常方便，不管是你在轻温还是拆装方面。而且这个风扇可以看到这么厚的风扇，它其实是一个工业风扇，工业暴力风扇，待会转起来就像直升机起飞一样，这散热非常的暴力。然后前面板这边，这两个风扇拆掉，可以换成一个280的冷排，然后下面还有一个风扇尾，同样是可以支持暴力风扇的，当然后面拆掉了。整个机箱的风道主要是前面板进风，然后从后面出风，但后面出风口比较有限，所以说就是这个机箱的散热并不是非常好，但是得益于大的进风口，所以说这机箱到后面装起来后，当然我可以测试一下散热情况。然后这个机箱内部最大支持 ATS 的主板，可以看到这个机箱内部几乎所有部件都是一个工业化卡扣结构，包括底线夹，包括这个挡板的接口。这个开始你可能看起来还很像网线口，就是让你拆装所有部件，包括显卡都非常方便。这个机箱还有一个非常细节的地方是这边两边的橡胶垫。因为我们装机的时候，很多时候不会这样竖着装，很多时候是倒过来装。那倒过来装的时候，就有个很大问题，机箱容易被刮花或者说损伤什么的。那这样一个橡胶垫，很大程度上就可以防止你机箱受损，就是设计的非常的细节。好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机箱背面内部结构，它最大支持3个3.5英寸硬盘位，然后这边还有2个，这边还有个被我拆了，还有2个2.5英寸硬盘位，总共可以装7个硬盘。4个2.5加上3个3.5，那背面这边是主要是灯光控制系统，这边有一大堆线，全是控制灯光的。然后这边有个电池，这个电池主要是控制后面的照明系统的。这块锂电池你在充满电以后，在就算整机系统不点亮的情况下，也是可以被背面供电的，相当于可以当你一个小夜灯使用。那这边和前面同样的，也是一个机箱入侵检测以及给侧板供电的一个接口。然后这边同样也配备了2个防止磨损的橡胶垫。好的，这个机箱的内部结构以及一些特点我们就介绍完了，现在就叫上我们小伙伴一起来装机吧。好的，现在我们已完成了大部分的装机工作。虽然说我们现走的不是说非常的完美，但是也是追求尽善尽美。因为这台机器的轴线实在是太过复杂了。那现在我们就差把显卡装上去了。现在机子的组装已经完成了，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背面放了一个风扇，然后前面分别是前面对称的地方有一个，下面有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说用120水冷来压990K有一点点勉强，那待会大家开机看一下，感受一下这个120水冷有多么的暴力。OK， 那这个机箱有一个比较遗憾的地方是它不带侧头，所以说你里面的光线是看不到的。好，现在我们盖上背板，2个机。
装好系统以后呢，就跑一个喜闻乐见的娱乐大师啊。娱乐大师虽娱乐，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嘛。最后68万分数也算是正常水平了。在单卡 FPU 和甜甜圈的极限压力下，120水冷还是比较薄弱的 ，CPU 只能在全核 4.6GHz 下稳定运行，这已经是在权衡过噪音和发热量下的极限了。不过整机温度控制很好，能满足日用和游戏需求。魔改 BIOS 以后，可以无缝支持外星人的灯控软件，自定义灯效完全 OG8K。我们成功用120水冷勉强压住了这块 990K， 在没有满载运行的情况下，不管是噪音量还是发热量都得到很好的控制。但是如果你在极限的情况下使用这3个三洋暴力工业风扇的音量，会让你怀疑人生。尽管如此，我们在 BIOS 中调节风扇的设置，前置2个风扇大多时间都处于一个待机的状态，大概在800到1000转上下，主要由后面这个120冷排风扇来工作。而且灯光系统也得到还原，也就是说我们相当于只用了一半的价格就还原了外星人原厂主机的效果，各方面都调教还不错，只是在机子的价格算下来还是蛮高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你会喜欢这样的主机吗？你愿意花这么高的价格去组装一台信仰神机吗？欢迎在评论区或者弹幕发表你的看法。那 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啦。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欢迎使用猫33年投币密点关注加油厂一气呵成，我们的 QQ 群、微信公众号和淘宝店随时关注你的到来。我们下期见啦，拜拜。